沃什就任美联儲主席呢，還不到1個月，直接把市場此前全部定價邏輯徹底推翻。眼下整個華爾街都在琢磨，這位新主席到底打算幹什麼？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在5月22號，沃什呢在白宮的東廳宣誓就任美聯儲的第17任主席，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馬斯主持儀式。上一次在白宮宣誓就職的是美聯儲主席1987年的格林斯潘，當然現在格林斯潘已經離世。當天呢，特朗普到場發言，表面上放話，希望沃什保持一個完全獨立，不用看任何人眼色啊，自主履職。但是特朗普的這套說辭，人們並不買賬，因為此前呢，特朗普曾多次逼迫前任主席鮑威爾降息，甚至动過這個解职对方的念頭嘛。華爾街呢一致判斷，說由特朗普呢親自提名的沃什大概率會配合白宮啊推出這個寬鬆政策。可是現實完全出乎了市場的預料。就在这个6月17号啊，沃什主持的第一次这个 FOMC 会議啊，最終呢利率維持在3.5%到3.75%之間。這與市場呢預期是一致的。當然，會後的各種操作呢，卻使得全球的資本市場動盪。本次的政策聲明呢，只有130個字兒，而4月份的聲明呢，卻有341個字兒。所有的關於未來降息的預測都被刪除了，只留下了對當前的經濟狀況的一個簡單的描述，並且用一句話表明了沃什的態度，就是美聯儲將堅定維持物價的目標。你看，沃什在記者會上說呀，精簡文本是為了去掉過時的表述，使得政策表達更加的直白，是吧？意思就怕你聽不明白。那更大的變化呢，在於點陣圖。自2012年呢，該機制實施以來呢，沃什是第一個不提交個人利率預測的一個美聯儲的主席。那就他認為說，這套預測呢，對於制定這個貨幣政策沒有任何的意義。那另外呢，18個官員的預測分歧也是很大嘛，一半人認為說這個今年至少要加息1次啊。那麼其中呢，有6個人支持多次加息。與3月的會議相比呢，當時所有的委員都傾向於降息或者是這個保持利率不變，立場呢完全相反。到了2026年底，中位數利率預測會上升到3.8%，比目前的這個區間還要高。有17位的官員認為存在通脹上升的風險。那目前呢，美國5月份的 CPI 同比增長了4.2%，核心 PCE 達到了3.8%，遠高於2%的一個通脹目標。可見沃什抗通脹的這個決心不是憑空而來的，當然決心是一方面，能力是一方面，然後呢結果是一方面。好了，我們說沃什呢10多年前就主張不過多的預測市場的走向。2011年他辭職離開美聯儲，原因就是反對伯南克推出的第2輪的量化寬鬆嘛。他當時就提出說，美聯儲啊過度干預經濟，頻繁地向市場釋放一個前瞻的指引，那就會使得什麼呢？政策的效果提前被市場消化掉嘛，等到政策實施的時候就失去了作用。今年4月份，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他又一次的表示不贊成官方給出的一個前瞻的指引，並認為不應該提前向市場透露以後的這個政策的走向。那麼消息一出，各大資產同步的大跌。在6月的17號。當時的標普500呢下跌了1.21%，報7420點；納指呢是下跌1.34%，道瓊斯指數呢是下跌507點。美債收益率全線的走高，10年期上行近7個基點，到了4.497%；2年期上漲約11個基點。那美元的指數呢單周漲幅超過了1%，黃金跌幅最大。無息的資產呢，對於加息預期非常的敏感。那麼在政策聲明發布之後到記者會結束的，短短的2個小時裡邊，金價下跌了146美元，跌幅就超過了3%。那之後呢，繼續下跌，一度跌破4000美元，相比年初最高點下跌了將近25%左右。那麼沃什的核心思路就是打破市場對美聯儲政策的一個固定的預判。因為過去的10幾年時間裡邊，美聯儲呢通過前瞻指引、點陣圖給市場畫出一個利率的路線，短期內可以降低波動，但是弊端也很明顯。
市场呢提前透支了政策預期啊，等到加息、降息落地的時候，已經很難再撬動行情了。沃什呢採取了相反的一個做法，即減少官方政策的信號，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從而迫使投資者只能根據真實的一個經濟數據來判斷走勢。他還專門成立了5個專項工作組啊，來復盤美聯儲的一個溝通機制啊，資產負債表管理，包括經濟數據採集方式、通脹政策框架以及人工智能對就業和生產率的一個影響。那麼，並對外表示無法提前透露之後的一個政策走向。但是坦率的講，這條路推進起來應該說是阻力非常大。沃什呢堅持抗通脹的這麼一個態度呢，與白宮要求降息的訴求應該說是正好的相反。特朗普呢宣誓當天就公開表示說利率很快就會降啦。但是沃什呢掌握着制度上的優勢聯邦公開市场委員會採用的是一個合議制，12位投票委員呢各執一詞，主席呢只能安排会議議程。那麼不能單獨做出決定。前主席鮑威爾仍以一個理事的身份留在這個委員會裡邊，內部觀點的博弈應該說是不會停止。所以呢，比起單次加息或者說是降息的這麼一個分歧，沃什呢正在推進的一個系統性的改革更值得我們警惕。我們來回顧歷史美聯儲每次政策框架大改都會引起市場這種長時間的震盪。全球的投資者過去10多年裡邊所依賴的一個定價邏輯，也就是通過觀察美聯儲政策信號來判斷資產的估值，恐怕現在正在被慢慢的給瓦解。比起給沃什貼上一個鷹派標籤來的更關鍵的問題是，當美聯儲不再提前發布政策信號的時候，那麼問題來了，資產又該如何估值呢？也希望各位呢把答案寫在評論區裡邊，我也希望听到你們的意見。感謝收看這次的謝飛觀察也希望各位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